爸妈意外去世，我只能辍学去打工，拼命挣钱，把弟弟妹妹拉扯大。他们好不容易成家立业，有了新的生活，可我却因为过度劳累患上癌症，命不久矣。谁能想到，临死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弟弟和妹妹在争吵着怎么分我的遗产。老天有眼，让我重活一世。看着哭嚎的弟妹，我毫不留情地甩手就是一巴掌。人呐，得先自爱，才有资格去教育别人。不管前路有多难，只有咬牙坚持下去，那才是活路。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全文一更到底，别忘了按赞、留言、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精彩故事现在开始。我被高分贝的刺耳声音给吵醒了，一睁眼竟然看到了因为胃癌去世10来年的二婶，她那粗糙的手指狠狠戳在我的额头上。死丫头，你给我听好了，你爸妈不在了，没人给你撑腰。今天这些东西我要是拿不走，有你好看。你能跑，你弟弟妹妹可跑不了。我转头看向年纪还小的弟弟妹妹，周围的大人都凶神恶煞地盯着我。上一世也是这样，爸妈出意外死了后，这些势利眼的亲戚就拿着弟弟妹妹要挟我，到最后整个家就被他们搬的只剩一张床和抬不走的灶。后来我上山挖药，下地捉鱼，宁可饿着自己，也得先把他们喂饱。为了供他们上学，我10几岁就辍学去工厂打工。那时候我怕他们担心，处处隐瞒，只是每个月定时给他们打钱，自己身上就留几十块，煮点挂面吃。微信对话框里永远只有我发的转账记录和叮嘱。30岁生日那一天，我好久没见过弟弟妹妹了，就想发个视频给他们，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同事凑过来，不经意的一句话击碎了我那可怜的心理防线。他说：“你这怎么可能打通？你被拉黑了呀！”原来每个月只有打钱的时候，他们才会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钱一到账就又拉黑。我们的亲情竟然只是我的单方面续约，每月时长就1分钟，一步错，步步错。在他们眼里，我是长姐，长姐如母，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我自我感动，结果临死前唯一一次看到他们出现在我的病房外，却是在争我的财产。也许是上天听到了我的心声，给了我悔过的机会，这一次该是我的，谁也别想拿走。二婶还在怒骂，弟弟妹妹害怕地抓着我的袖子，只知道哭嚎。我深吸一口气，抬手就给了他们一人一巴掌。出了一口恶气后，我又冲进厨房拿了把刀，狠狠砍在桌上。周围的亲戚看到我的架势，哄笑起来：“哎呦，还敢拿刀吓唬我们？怎么想砍我们啊？你砍得到吗？”我把刀拔出来，针就朝着二婶扔过去。二婶吓坏了，往后退了一步，摔了个大屁墩。小兔崽子，你活腻了，敢拿刀扔我！我再次把刀拔起来，指着一群人怒吼：“我告诉你们，今天谁敢拿东西，就别想走出这个门，大不了一起死。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老东西，以后还想不想在这个村子里混。”我心里很焦急，知道现在能威胁别人的把柄实在太少。可同样的场景，我没了当年的委屈和胆小，我只知道此刻不赢，以后的日子就跟炼狱没区别。逼急了我就抹脖子，以后你们谁也别想在这个村子里抬起头。上一世我没做错任何事，抬不起头的却是我。在农村，想做坏事可以，但不能被人知道，被人知道了，名声就坏了。各家都有没娶媳妇的儿子，要是摊上逼死亲戚子女的名声，再差的姑娘也不敢嫁过来。看着亲戚们露出犹豫的神色，我猛地一抬手，把刀架在脖子上，血液顺着脖子的伤口流下来。一旁的三叔啐了一口，凶狠地瞪了我一眼，带着一帮人走了。二婶心有不甘，可也怕了我这狠绝的样子。院子里的人都走光了，我泄了力，瘫坐在椅子上。2个小的还在嚎：“姐姐，以后怎么办呀？姐姐，我好怕，现在我们不给他们，他们再来抢怎么办？姐姐，我饿了，想吃肉。姐姐，我的衣服破了，要买新衣服了。”我真的很累，甚至怀疑我的癌症是不是从爸妈去世那一刻就开始出现了。我抬起手摸了摸左耳，距离上一次左耳能清晰听到声音已经过去17年了。我重生是事实，上一辈子的苦我绝不想再吃一次。我的目标很明确，我要读书，我要走出这个村子，我不能再被人踏碎脊骨，踩着往上走。我不想再经历求职时简历只被看一眼就被丢进垃圾桶的日子，卑微的像只畜生。我把刀扔在地上，对2人说：“哭啥哭？有啥好哭的？去把门拴上，能打跑他们1次，就能打跑第2次。要想吃饭，就把眼泪擦干去干活。”我花了半天时间，才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归回原位。2个小的也没啥心思，累极了，拍拍身上的灰尘就往床上扑。我趁着黑夜往父母的坟地走，没有灯光，我跌跌撞撞走到田间，腿上被杂草刮破好几处。幸运的是，刚下葬的墓碑旁杂草都被抬棺的踩平了，粗糙的石面上刻着我父母的名字，他们就躺在地下长眠。四周还有虫鸣，小时候那么怕的地方，
此刻成了我最后的避风港，没人会疼我了。上一世拆迁后，我很快被生活逼得出去打工，趁我不在村里，他们仗着我家没人，把墓碑推平，一滩水泥糊上，我就再也没了家。我的眼泪越流越多，哽咽得喘不上气，憋得整个人都在颤抖。等发泄完站起身，才发现自己身上脏得跟乞丐没啥区别。回到家，我拿了一把小板凳坐在床边，不顾手上脏兮兮的灰尘，摸了摸睡着的2个小家伙的脸蛋，心中感情复杂，对他们又爱又恨，恨我为他们付出一切，他们却毫无感激，也恨我自己优柔寡断，但又清楚地知道这一世的他们啥都没做错，就像上一世的我一样。我终究下不了狠心，他们现在还很小，抓住这个机会，也许还能改变。我花了1夜时间收拾好自己的心情。第二天一大早，我带着父母的火化证明和存折去了一趟银行，里面仅有523块，这就是父母所有的存款。对于一些小康家庭来说，可能还不够1个月的花销，但对于我们家来说，这就是命。我把钱紧紧裹在带来的小布包里，又在外面用绳子紧紧扣上。回到家，2个小的已经闹翻了天，尤其是周二小，站在椅子上尖叫着要我喂饭。我抬手拧着弟弟的耳朵，让他下来。谁给你的脸？爸妈教的规矩都被你吃狗肚子里了，你凭啥站在凳子上命令我？一天不挨揍，你身上皮痒是吧？现在给我自己去盛，我倒要看看你这手能不能端得起这碗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天学不会就饿一天，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再吃饭。2个小的被我吓到后，一溜烟站到灶台旁，伸手从锅里舀出一碗粥，2人都饿坏了，捧着碗边就开始吸溜。周二小眼神里却满是不服气，觉得自己被喂着吃饭是理所当然的。我一改以前的作风，吃完饭站在碗池边利落地刷好碗，等着2小只吃完，盯着他们自己动手打扫。睡觉前，我又再一次数了数枕头下包着的钱，咬牙发誓这次绝不可能被人随便打压，却没注意到床上的周二小还没睡时，眼睛眯了条缝看着我整理。第二天，我去了学校，我比弟弟妹妹大7岁，现在上初2，这学校是市里有名的扶贫学校。可讽刺的是，社会广大群众的捐款只填饱了某些人的肚子。上一世，为了让弟弟妹妹能顺利上学，我跪在地上1天1夜，正好赶上第2天领导视察，这才减免了学费。以这样的方式进学校，弟弟妹妹确实遭受了很多校园冷暴力，可他们从没想过为啥家里没钱还能上学，只一心埋怨我非逼着他们上学。弟弟大学毕业，作为优等毕业生演讲时，几乎感谢了所有人，唯独漏了我。但这一辈子，至少上高中前，我1个子都不会多花，一点委屈都不会多受。我拿出上午去村里打印的贫困户证明，瞅准办事的人从校长室出来，我赶紧溜了进去。校长，我这一嗓子把正在喝茶的校长吓了一跳，他愤怒地盖上盖子，斜着眼睛看过来，干什么呢？有没有点规矩？你哪个班的？我镇定地拿出怀里的贫困生证明和举报信，提出自己的要求。我弟弟妹妹马上要交学费了，按照要求，我们家可以不交，这是我家的证明。校长面露难色，摸了摸下巴，你们家也不是完全贫困啊，这该交的钱你不交，难道要学校出？你也看见了，学校穷得很，要是实在没钱，可以去借呀，跟我说有啥用？我冷哼一声，校长，你先看看证明下面是啥，看清楚了你再说话。校长看清下面压着的举报信，一下子跳起来，脸上露出可怕的神色，凶巴巴地说，你个小兔崽子，谁让你写的？信不信我打断你的手？你以为写了这些东西有用？你这是自找苦吃，你们这样的贱命还想靠读书出人头地不成？我再次强调，我说了，我们家是贫困户，我要补贴，我要免学费，你敢继续威胁我，今天晚上我就坐大巴去找新闻社。你拒绝贫困生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光荣事迹，很快就会印满报纸，你不信就试试。我的命贱不贱，不是你说了算。最终校长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从他那吃人一样的眼神里，我知道我走的是一条满是尖刺的求学路，被穿小鞋是肯定的了，但我别无选择，只能被迫接受。周二小和周小妹还等着我回去做饭呢。我回家的时候，眼尖的发现房内的电视不见了，我立刻拎着2人站到电视机前，说，东西呢？我才出门几个小时，电视怎么就没了？2个小的眼里还含着泪水，鼻涕顺着嘴角流下来，看到我回来，不管不顾地哭出声，姐姐，是二叔把电视搬走了，他还说我们以后就是没爹妈的孩子，要电视也没钱看。我又猛地想起枕头下的钱，掀开整张破烂的席子，1毛钱都没找到。爸妈去世后，账户被封锁，我不得已才把钱拿出来，才过去1天又被抢光了，代表着生存的本钱都没了。我只觉得周身血液冰冷刺骨，我忍着怒气，牵着2个孩子出了门，直奔村委会。到了那儿，我扑通一声直接跪下大哭，村长，求求您给我们家评评理呀！我爸妈死得冤啊！
尸骨未寒，我们3个孤儿就被没良心的亲戚欺负了，您得给我们做主啊！今天是放电影的日子，所有人都带着小板凳早早的来占位。听到有热闹可看，瞬间围满了整个墙头。我顾不上自己啥形象，拉着2个弟妹也跪下。在声嘶力竭的哭喊中，我隐约觉得这样的动作很熟悉。对，上一世我也是这么求的。我家穷的叮当响，到了冬天，连条像样的棉被都没有，只能从草堆里扒拉出相对干燥的草，窝在里面睡觉，浑身上下被跳蚤咬的全是包。可我不在乎，能活下来就行。我年纪小，不懂人情世故。大年30晚上，路过二婶家门口，我给自己鼓了半天劲，上门想去借点米下锅，结果却被二婶连推带踢的从后门推了出去，还骂我晦气。她指着我的鼻子，阴阳怪气的讽刺我爸妈死得早，没规矩，大年30上门借东西。她手上还带着饺子上猪油的香气，那原本是我家的，可我不敢说，我怕说出来就不只是被骂了。我忍不住咽了口唾沫，肚子饿得咕咕叫，却没有能进嘴的食物。我缩在墙角，想让自己少受点动，不明白为啥就因为一句话，二婶就能对我破口大骂。二婶的儿子还探出头朝我做鬼脸，他身上的大红棉袄原本是我妹妹的。那一天，我除了一肚子冷风，啥也没借到。周围的邻居害怕我们3个悄无声息地死在家里，把自家不吃的烂白菜送给我们，这才勉强度过了那个冬天。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只有烂白菜吃，所以工作后，我几乎再也没吃过一口白菜。总觉得不管多么干净的菜，我都能闻到那个冰冷冬天的酸臭味。村长被吓了一跳，赶忙拉我，想让我起身。我死死拽住村长裤脚，一边哭一边看着周围的村民。各位叔叔婶婶，我们家的情况你们都知道，爸妈下葬那天，你们也都吃了一口下葬饭。现在我就带着2个年纪小的弟妹讨生活。我不过去趟学校的功夫，我二叔就撬锁进了我家，搬走了我家的电视机，拿走了我父母存下的钱，还骂我们家以后就是孤儿没人管。村长也被周围的目光压着，拍拍我的肩，说一定给我一个说法。我抹抹眼泪，不肯站起来。那边通知说二叔不在家，村长一拍手怒道：这小瘪犊子，我刚还看见他打了2两酒回家，这回没了，掉茅坑里了。走，周娃子，我带你去他家讨说法。到了二叔家，院子里二婶还在洗衣服，一看我们乌泱泱一大群人，又看见是村长带头，就把手上的泡沫抹在衣服上，给村长派烟。村长，你别信这小丫头片子的话，我们都是亲戚，谁会拿他们家的东西啊？村长绷着脸不肯收烟。我一脚踹开门，在周围人的目光中捧出电视机，上面的电线都被剪断了。村长，这就是我们家的电视机，是他们偷的。你个小丫头片子，说什么呢？谁偷你家东西了？这就是我家的。我不管不顾地抱着电视机，拉着2个小布丁抱着电视给围观的人看。各位叔叔婶婶，你们看看，这就是他们家的东西吗？我父母刚死，他们就到我们家偷东西，看我厉害没偷成，现在又撒谎。我家2个弟弟妹妹都看到了，这么小的孩子能撒谎吗？是啊，没听过这周二每家买过电视机啊？他们家哪里买得起？之前结婚的时候为了5个鸡蛋打起来的事，周围谁不知道啊？他们家能这么阔气，一口气买台电视机，还舍得弄坏，这肯定是偷的。二叔此时眼看瞒不下去了，从里屋走出来，皱着眉，什么叫偷？我们周家的东西我怎么不能拿？我大哥死了，东西自然就是我的。我将身上的存折拿出来给邻居瞧，我们家现在连正经一顿饭都吃不上，他作为亲戚没想着帮我们一把，反而趁我不在家偷东西。我没活路了，只能下去和我爸妈道歉，说我没本事养不起弟弟妹妹，我该死啊！其实住在村里的多少都沾亲带故，线下看着蛮横无理的二叔，周围有心软的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继续催村长下结论。这周丫头家里够惨了，欺负她算什么本事啊？就是村长，你这不出头以后，谁还敢投票让你当村长啊？周娃子，叔叔家里没钱，但一口热饭吃得上。这些狼心狗肺的亲戚家不去拉倒，以后饿了到叔家里给口饭吃不成问题。村长为了避免被说和二叔一伙，很快敲了敲手上的烟斗，说了判决。我说句公道话，你周二美家里办的不是个事儿。现在第一，你要赔钱；第二，从此以后我们村不准有任何人去周丫头房子里拿任何东西，一根鸭毛都不行。谁敢拿，就是和村委作对。大伙说行不行？行，可以。村长好样的。二婶还不乐意地瞪着我，最后还是在村长的逼迫下，从屋里拿钱赔给了我。走的时候，我都还能感到像是被毒虫盯上的阴冷感，但我丝毫不怕，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刚。我把自己以前的课本翻出来，在昏暗的灯光下给2个小的补习，花了5毛钱买了2支崭新的铅笔给他们，监督他们照着本子上的数学题练习。生活确实很苦，可生活不会因为他们是孩子就放过他们，只有坚持下去，
才能逃离苦海。花钱的速度比我想象的快得多。我会背着背篓去山上采草药，带回来摊开晒干，补贴家用。生活贫苦，但也有盼头。直到有一天，我拿钱的时候发现少了50元，我找遍了家里可能掉钱的地方都没找到。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头一次开了小差，50元在10几年后不算多，可现在对我来说影响巨大。家里的米、鸡饲料、种子、农药，每一样都要花钱。我还计划着有点剩钱的话，给2个小的攒点糖。生活很苦，但我想把日子过出个样来。可所有的想法都在我被老师叫进办公室的时候被打得支离破碎。是周二小偷了钱，在低年级上课的时候被同桌发现他书包里有50元的纸钞。更糟糕的是，老师认为周二小是偷别人的钱。我大闹办公室要贫困名额的事，所有老师都知道。他们眼睛里透出不屑的光，像是抓住了我的把柄，声音里的嘲讽就像一把锤子，把卑微和羞耻狠狠砸进我的脊骨。这人还是得学好，不然这小子有样学样，从小就成小偷了。我就说被人排挤，就该好好反思，为啥别人不排挤其他人，光排挤你呢？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要我说，这种学生就该退学，省得带坏其他同学。是啊，平常也不洗澡，进教室我都要被臭死了，也不知道害臊。我张嘴想反驳，可刚张口就被老师又顶了回来。你们家啥情况谁不知道？哪来的钱我心里清楚得很，钱被我没收了，你先带他回家吧，这次肯定得通报批评。我赖在办公室不肯走，一个学生在这儿根本没有话语权，唯一能做的只有跪着。他们冤枉我，却要一个被害者拿出证据自证清白。我没有证据，但我知道今天踏出这个门，低年级偷巨款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学校。身边的周二小突然站起来就往门口跑，我来不及拉住人，只能站起身追。离开的时候还能听到身后窃窃私语的嘲笑声。我再也不上学了。从学校冲回家的周二小一把浆布袋甩在地上，手脚并用把书本撕得粉碎，尖叫的声音把正在做饭的小妹吓得一抖。说完，为了挑衅我，她还跑去想把周小妹的课本也撕个精光，被我拦下。我要爸爸妈妈，我不要你，都怪你，都怪你。周二小在我手里挣扎，手边抓到根棍子就往我身上抡，棍棒打在我身上，我用力攥着他的手腕，声音也有些嘶哑。你给我冷静点！我又抬手给了一巴掌。周二小被扇得愣了神，反应过来后挣扎得更厉害，嘴里撕心裂肺的尖叫：你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算什么东西？你把爸妈还我！你凭什么打我？我不服，我就不要上学，里面都没个好东西。为什么死的不是你？该死的是你！你把爸妈换回来！这句话说完，我愣住了。周二小趁机猛踹一脚，从我手里跑走，跑出了院子。而我在原地只觉得浑身冰凉，如坠冰窖。反应过来后，我机械地站起身，僵硬地环顾四周，看着在旁边躲着掉眼泪却不敢出声的妹妹，我试图张嘴安抚，却发现嘴唇由于紧紧咬着已经粘在了一起，喉咙干涸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上一世因为学历低，多次找工作无果后进入了销售行业，自认嘴皮练得不差，业绩斐然，很少有接不上话的时候。原来只有家人才知道怎么能用一句话彻底杀死你。我安顿好周小妹后，外面已经下起了雨，我冲进雨幕，开始沿着平时常走的路找人，一遍又一遍，却怎么都找不到。走到后来，我都不记得自己在找啥了。我觉得失踪的不只是周二小。雨越下越大，淋下来带着彻骨的冷意，冷得人牙齿直打颤。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却鬼使神差的又走到了爸妈的坟头。泥巴混着雨水，把鞋子陷在里面，我一脚踏进去抽不出来，就光着脚走，跪在爸妈坟前一动不动，腿跪下去都有些僵硬了。可我也顾不上，我想挺直胸膛，最后却一个踉跄扑倒在小水坑里，情绪彻底崩溃。姐姐，你醒醒，你快醒醒，我知道错了，你别死，我知道错了。姐姐，快起来，求你了，站起来。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村里的妇女主任，她路过我家躲雨的时候，看见周小妹在哭，询问情况后赶紧帮忙找人。周二小跑出去后没多久就回了家，三人这才发现我失踪了。我被妇女主任抱着回了家，当夜就发起了高烧，又梦到了上辈子我打工的记忆。那时候我刚工作，进了一家黑厂，干了5个月却不给工钱，同事怂恿我说我这种情况得去跟老板直接要，我傻乎乎的去了，被老板狠狠扇了一巴掌。我下意识躲了一下，扇到了耳朵，被打穿了耳膜。去医院没钱，捂着耳朵坐在角落哭，从耳边溢出的血沿着脖子流了满身。后来有钱了去治，却被告知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再怎么治都恢复不了原来的样子了。那时候我就想，要是能回到小时候就好了，日子虽穷，但耳朵还是好的。我从床上惊醒，额头上的毛巾掉了下来，床边窝着的周二小感觉到我醒了，猛地坐起来，
床边还放着一碗汤，我不自觉地舔舔嘴角，发现嘴上还是湿润的，并没有因为高烧脱水干裂。你在喂水？婶子说发烧难受得很，妹妹烧了水，我就在旁边给你一点点喂，怕你呛着，我就拿勺子沾着嘴唇喂。周二小一边说一边搓着手，她抬头看着我，先是有些无措，眼泪一滴滴掉下来，而后双手并用爬上床，紧紧拥着我，哽咽着向我道歉，我不是真的想让你死，我说错了话害姐姐生病了，都怪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怀里小小的身体在发抖，我慢慢伸手抚摸上她的头发，你要记住，我们学习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最伤人的话，往往出自身边最亲近的人。冲动前也要想好做事的后果。周二小在我怀里，我生病后，妇女主任去学校吵了一架，1.58米的个头拽着人要说法，最终查出来钱确实是我们家的。同桌的小孩原本威胁周二小，要求给他一半，他没同意，同桌就撒谎说周二小偷钱。妇女主任叉着腰为我们出了口恶气，一张嘴皮子骂的老师直不起腰。学校为了平息事件，还亲自到家里送了礼品，体贴地安慰我好好休养，批了我1个星期的假。周二小和周小妹正常上课，可到了周五，我却发现不对劲。周小妹按理说应该走得比周二小早，却屡屡到天黑才回家。我发觉不对劲，趁着放学的时间站在村口等人。时间一到，我就看见周小妹气喘吁吁地往田间跑，我默不作声地跟在身后。到了田边，周小妹正在干活，她那瘦小的身躯还没手上的工具高。我的心酸难以言说，这么小的孩子，要是父母在，谁舍得让她下田呢？田边还有正在扒拉饭盒的二婶，看到这情形，我猜到是二婶逼着小妹下田干活，怒火顿时从心中涌起。我把周小妹拉上岸，气愤地拿着棍子，把见到的农作物全给打掉，瞬间就引来了二婶的谩骂。你个小贱蹄子，发什么疯呢？敢弄坏我家的东西，你个臭不要脸的老东西！我妹妹这么小，你凭什么让她到你家干活？你家不是个学好的，不肯上学，你别耽误我妹妹的前途。我绷着脸，拿出自己最大的声音回怼。周围干活的人不少，都竖着耳朵看笑话。女孩上什么学呀？你们家男孩都不上学了，还指望一个丫头片子能出人头地？二婶站在田头开骂，身后却突然出现一个炮弹似的小身影，把二婶撞下了田。是周二小，趁着我不注意，还是跟了上来。谁说我不上学？我不过是请了1天假，我以后还会考第1。你敢欺负我妹妹，我跟你拼命！二婶眼看吵不过我们，瞪了我们一眼，嚷着好心没好报，就往家赶。我则拉着2小只回家。周二小还有些愤愤不平，姐，不去讨个说法吗？讨什么说法？这是亲戚，要是真说起来，也不过是小打小闹。村长那边最喜欢和稀泥，上次要不是周围人起哄，别说赔偿了，坏了的电视都拿不回来。我们3个实在太小了，没有什么反抗能力，只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你们要记住，物质的东西随时都可能被人拿走，但是脑子里的知识是谁也拿不走的。改变生活的钥匙一直都在我们自己手中。周小妹啃着我们带回来的馒头，她很害怕自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又是个女孩，所以被二婶拽走时不敢反抗，只能乖乖顺从。小妹，女人自己就是一片天，因为我们是女人，更要挺起胸膛，好好读书。你不是家里的累赘，你是家里的一份子。你的菜种得很好，你的字很清秀，你的成绩很优异，你的脸长得很好看。永远要记住，不要看轻自己。听到我这番话，周小妹目光坚定地点了点头，狠狠咬了一口馒头，像是要把白天二婶骂的那些话都咬碎吞到肚子里。我上的学校我了解过，只要能考到第1名是有奖励的，虽然钱不多，但是能覆盖温饱。白天我在学校里认真做题，2个小的放学早也学会照顾家里，提前煮饭。肉我们家是买不起的，所以为了时不时能给2个小的补点营养，我在院子里养了几只鸡，也不敢养多，怕别人来偷。转眼间就过了4个月，中间已经收过1茬粮食。我们家的地收成少，但庆幸的是，周围邻居看我们可怜，还是送了一些米给我们。期末我们3个都拿到了年级第1。周二小自从上次给妹妹出头后，好像一夜之间成长了许多，不再怨天尤人，甚至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身高还窜了些。还有记者专门来采访我们，校长知道后连夜安排班主任到家中送些米面油盐。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并在采访中写下感谢学校栽培的字样。我知道以后但凡有补贴，第1个名额一定会落到我家。到了冬天，我们又再一次获得了年级第1，拿着学校和村里发的扶贫补贴，我们过了一个好年。大年30的晚上，我杀了1只鸡，1盆鸡肉端上来，2个小的眼睛都在放光，但他们都压着手里的筷子等我夹第1口。这一世我没有对他们百般退让，甚至有时为了教育他们还会动手，但是他们却真的打从心底里尊重我。
我的眼泪一颗颗掉进碗里，又被我拨到嘴里吃掉。爸妈，这一次我真的有好好守着这个家，你们可以放心了，他们真的都是很好的孩子。我之所以笃定自己以后一定能翻身，除了学习好，还有一点是我知道我们家马上就会被划分到拆迁区域。上一世我受这些亲戚欺骗，选了拆迁款，因为上一世所有东西被抢后，我们家没吃的，肚子饿得都瘪下去了，弟弟妹妹差点连第一个冬天都熬不过去，更别说上学了。好不容易熬过去后，亲戚们跟我说，就算要了房子之后也还要花钱，还不如换点钱。我同意了，可我没想到这群人丧尽天良，在拿到拆迁款的那天就登门，以我父亲生前欠债为由，从我手里抢走了钱。我奋力护着也没用，几个大男人扣着我的手，使劲往里面伸。那时候的周二小和周小妹被我送进学校读书，我硬逼着他们学完所有课程。回到家看到我这副狼狈样子，竟然没一个人搭理我，我只能自己吞下苦楚的眼泪。但现在我绝不可能让这件事再次发生。冬天过后，周小妹拿着一张纸找到了我，上面是关于基底培训计划。因为周小妹是贫困生又成绩优异，所以学校准备给一个名额。我摸着这张纸看了又看，周小妹又像变魔术一样，将手里的2颗糖拿出来。姐姐吃糖，你也吃。不行，老师一共就给了我2个，我想留给你和哥哥吃。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你们。嘴里的糖越吃越甜，甜到心头，好似温柔的风吹过。我含着糖，带着温柔笑意看着小妹，轻轻地摸了摸她的头发，也坚定了我的信念，我们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到了暑假，村长带着干部找上门，开始挨家挨户谈拆迁事项。我们家院子外也久违地出现了一个人，周家三叔。这个人性格很辣，上辈子劝我拿钱的就是他。我紧了紧手里的抹布，看着外面的人。三叔回自己家一样，随手推开门就走了进来，一双吊白眼看着我，让我感到不适。周二小和小妹听到有人进来，也放下手里的活。三叔眼珠子一转，周丫头，你这家里忙得还行啊。叔最近知道件事儿，我想着先来提前告诉你，要不别说做书的一点都不惦记你们这3个。看到我们狐疑的眼光，三叔压低声音说道，我听说啊，这最近我们这房子可是准备拆迁，知道什么叫拆迁不？就是要把你们现在的房子拆掉。三叔故作神秘的模样，引得2个小的有些紧张。我伸手拉住2人的手，不知道三叔告诉我们这些干什么？拆迁又不是只拆我们一家，村长已经找过我了，他说了，到时候会有补贴和房子给我们的。三叔一拍大腿，哎呦，你们怎么什么都不懂啊？肯定是不要房子要钱了，现在根本没人愿意去市里住，又不能种地，吃穿住行都要花钱，你们3个过去怎么活？听三叔的，等村长再问你，你就说你要钱，有了钱你才养得起这2个小的不是？等钱到了，三叔先替你存着，这钱要是放你们手里，还不肯定丢？我心知现在嘴上犟没用，故作同意。三叔，等村长再来的时候，我一定会说的。三叔一拍大腿，笑眯眯的从兜里掏出来50块钱往我手里塞，这都是小意思。听说你们姐弟3个这1年都考得不错，这算是我这个三叔给你们的一点奖励。我手里握着带着些欣慰的钱，目光冷冷地看着三叔走远。周二小和周小妹都有些无措地看着我，姐姐，我们以后就没有住的地方了吗？我蹲下身看着2人，不会，我说的一定会越来越好，这句话是承诺，不是空话。但我现在必须加快进程，以免夜长梦多。当天晚上，我就找到了村长办公室，果然，三叔已经动了手脚，说可以代表我家大人选择要钱。村长还在拨着算盘，有些头疼呢，就看见我把家里的房产正本带来，拍在桌上。村长，我们家选好了，我们要房。村长顿时激动地站起身，说真的，你三叔不是说要补偿款吗？我坐下，拿出兜里去小卖部买的1包烟，那是刚进的新货，50块1包，村里没人舍得买。我毕恭毕敬地将烟送上，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短短1年，这是我第3次跪在村长面前。村长赶忙将我扶起。村长，我是个女孩，有些话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我家周围没一个好亲戚，这钱要是真下来了，也到不了我手里。我们姊妹几个真的是走投无路，勉强靠村里的扶贫和学校的补贴过温饱，家里爸妈剩下的积蓄不多，以我们现在的成绩，考到重点高中根本不是难事，到时候也是村里的一份荣光，还请村长帮帮忙，算是我求您了。我知道现在拆迁远没有几10年后那么吃香，现在多数人还是想直接选钱，毕竟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货币迅速贬值，房子价格越来越高，很多人悔不当初。我们现在拿的拆迁房，在几年后会面临第2次拆迁，那时候不仅有拆迁款，还有更好的拆迁房。但现在没有人知道以后的光景，开发商想少花钱，最好大家都选房子。我这也算是卖了村长一个人情。行了，我当村长一辈子，
还没见过你这么要强的女孩。你父母去世也是苦了你了，你这事儿我先应下来。你三叔来问我，一个字都不说。你也加把劲，好好复习，争取考个第一，给我们村里长长脸。村长开口，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落了下去。回到家，饭菜都已经做好，周二小和周小妹都乖巧地等在饭桌旁。我一句开饭，两人都拿着碗猛吃，一边吃一边用余光看着我。我好笑地揉了揉两个孩子的脸，放心吃你们的。周二小放下碗，看了一眼周小妹，姐，有什么事你也可以和我们说说，我们不是孩子了，我们都能帮忙的。我笑着点点头，告诉了他们拆迁的问题，引起两人一阵惊呼。5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拆迁户登记工作即将进入尾声。当周三叔又拎着油上门时，我就知道事情已经尘埃落定。周丫头，三叔看你家里好像没什么油，特地从家里拿过来的。这拆迁款啊，听说马上就打到卡上了，叔怕你弄丢了，特地过来帮你存着。你家存着是放在柜子里吗？油刚放下，就开始翻箱倒柜的找存折，那副油腻的样子，我看着就恶心。但是现在还不是惹怒他的时机，我必须等事情尘埃落定后才能安心。三叔，不用找了，我们家的存折上没有钱，就算要打钱也不可能这么快的。三叔眼睛滴溜地转了一圈，这孩子，我是想着怕你们弄丢了，现在没打钱就再等等吧。待了没一会儿就想着走了，还看上了我们院子的鸡，直接上手抓了一只。周丫头，我们家也没养鸡，好久没吃过肉了，大家都是亲戚，拿只鸡应该没事吧。自说自话地走出了院子，气得后面的周二小和周小妹瞪得眼珠子都快出来。别急，这人不算个好人，我们暂时没资本惹他，一只鸡而已，不用管。我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升学问题上，为了防止报复，我肯定要带着弟妹一起走，这无疑是加大了负担，但这里我实在不放心。我积极地咨询了很多类学校，发现是重点高中居然有一个免费上学的名额，且如果在当年入学的学生分数线超过一定比例，会给5000元奖励，这无疑是我最佳的选择。选中那个名额后，我开始疯狂复习。我深知这里教学资源跟不上，趁着邻居骑摩托车去市里，厚着脸皮也跟着去。在图书馆一抛就是一天，借来的书本在我一遍遍翻阅中出现了毛边，还书时管理员看着我的眼神都带着些不解。在他眼里，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教科书，可在我眼里却是翻身的筹码。每一个知识点我都甘之如饴，我必须拿出120分的精神，赢下这次比拼。我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两个小的受到我的激励，也有模有样的学起来。中考成绩出来那天，我有些手抖，上辈子我连高中都没去过。这一世，我竭尽全力将一副烂牌打出王炸，672分，排名第一。知道成绩的弟妹手舞足蹈，在家里又蹦又跳，开心的直喊。学校和村里很快也都知道了，带着横幅和记者到我家进行采访拍照。校长和记者一个劲夸我上进能干，完全看不出当时拒绝补贴我时的丑恶嘴脸。但我没有拒绝，因为校长承诺了会负责我们姐弟妹3人的生活费，以资鼓励。村长则擦了擦莫须有的眼泪，将村里的奖励也放到我的手中。同时来的还有一个好消息，拆迁事项全部办理完成，我们选房子的在1年后就能拿到自己的房子。三叔则一脸阴鸷地盯着我，晚上跑到我家质问我为什么会变成选拆迁房。我冷漠地打开他的手，三叔，你要点脸，让我选钱，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脑子里想的什么？我现在身上也没钱，你在威胁我、欺骗我的时候，怎么想不到你是我的亲戚？我父母去世之前对你帮衬也不少，你倒好，恩将仇报，世界上也没你这么做亲戚的。你都不怕我爸妈半夜托梦找你算账？你没事就回去吧，你在我这儿一个子儿都拿不到。现在我是全市关注的学生，你敢对我动手，你想想后果。三叔脸上的横肉抽动了一下，眼里的恶毒几乎化为实质，一脚将地上的脸盆踢开，啐了一口，也不装了，阴笑道，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给我等着。睡前我和梁小芝说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最近就会搬家。两人点头说好。就这么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快到搬家的前一天，我看到院子里停了一辆很罕见的面包车，上面破破烂烂的，像极了打狗的狗贩子。我叮嘱两个小的不要乱跑，就把院门锁上。半夜睡得迷迷糊糊中，我听到有人对话，这个怎么处理？另外一个声音听起来有些耳熟，这两个小的到时候打断腿脚去乞讨，这个大的长得还行，到时候卖好价钱。我身体有些使不上劲，只勉强睁开一条缝，惊骇地发现两个小布丁已经被拖到院子里。我满头大汗的挣扎，最后终于算是清醒了些，在歹徒进屋的最后一秒躲到了杂物间。哎，你不是说他们姐姐在这个房里吗？人呢？两个人开始在房里翻箱倒柜的找，因为停留时间过长，外面已经开始有狗在叫。两人怕打草惊蛇，准备撤退。我知道要是让他们跑了，周二小和小妹的性命就悬了。
我看着周围的草垛，心里萌生出一个想法，将三叔带来的油迅速倾倒，拿出火柴点燃，往里一扔。我的声音不够大，但只要火势够大，稍微一喊，一定会有人过来。我跑出了我这辈子最快的速度，2个劫匪没有反应过来。我扯着嗓子喊叫：失火了，着火了，快来救火呀！还顺带着拖着周二小和周小妹远离火源。在途中不慎被烫伤，但我咬紧了牙，愣是没松手。周围还有没睡时的邻居立即披着衣服出来查看，吆五喝六的喊了一群人。在救火时，还发现面包车里还有个小孩，这2个人分明就是绑架犯，2人被围追堵截，跑不脱，只能承受村民的怒火，当场一死一伤。如今生活条件一年比一年好，很多孩子都是家里的宝，怎能容忍人贩子把孩子绑走？孩子的母亲痛哭流涕地将孩子抱在怀里。我和2小指被送往医院，检查出来我们血液里有一种类似安眠药的成分，这药因副作用已停止使用。想不到竟还有人把这主意打到我们身上。之后顺藤摸瓜，受伤的人贩子为了减刑供出是我三叔为独吞我们家拆迁房想的坏点子。在三叔家里还搜到了药物、人赃并获，三叔直接锒铛入狱。2个月的暑假后，我直接进入市里最好的重点高中学习，2个弟妹也在我的带领下转学到了市里的小学，成绩名列前茅。这次不是我逼着他们学，而是他们打从心底里认识到只有靠自己才能出人头地，甚至还有社会爱心人士打听到后专门来资助我们，可我们都选择了婉拒，觉得比起我们还有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我给2人钱的时候，他们撅着嘴不肯要。姐姐，你应该自己存，我不需要钱，我吃穿住都是免费的，还有奖学金，够我自己花的。就是姐姐，你自己存着，我们有钱，你教我们的，想要什么都要靠自己争取。我欣慰地感受到孩子们的成长，打电话时眼眶微红。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的人生还长着呢。一定会的。受我鼓舞，2人每次成绩都很不错。我也在3年后顺利考入大学，又在4年后以优秀毕业生代表讲话。上一世我坐在下面听，这一世我站在上面讲，2辈子不同的结局。周二小全名周景明，上高中时个子猛蹿，脸上也没长痘，看着就是玉面小生的模样，再加上性格好，成绩优异，获得不少老师青睐。年纪轻轻就代表高中参加多次联赛，还都拿了第1，比我还要争气，直接保送自己想去的大学。大学4年更是斩获项目无数，选择本硕博连读，出来后成了医院的抢手货。周小妹全名周静云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考入电影学院，女大18变，直接变成大美女，收到娱乐圈大公司抛来的橄榄枝。她选择稳扎稳打打磨演技，最终斩获多项大奖。2人在微博上经常聊天，爆火后周景明也跟着火了一圈。很多人传言他们在谈恋爱，却有眼尖的人发现他们竟然没有互相关注，反而是在好友列表里都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素人，名叫周和。在一档综艺节目上，周景明受邀参加周静云最新的综艺，2人在谈论自己最喜欢的人时，导演说不能选一样的，其他嘉宾都写完了。转头一看，这2人已经没形象的在地上互踹，嘴里大喊着我姐最喜欢的一定是我，瞬间将井号周静云解控。井号周景明，姐姐最喜欢我的井号我磕的 CP 居然真的是一家人。井号等词条送上热搜。最搞笑的是，2人到最后都不肯认输，直到导演改了规则，2人可以选一样的才罢手。到了最后谈心环节，说到2人最想感谢的人，虽然是分头录制的，但2人都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一个人。我觉得最感谢的肯定是我姐，要不是我姐，我现在应该已经死了。我最感谢的一定是我姐，爸妈死后是姐姐一手把我们抚养长大，所有的花销都是她承担。我上学犯浑也是我姐一步步把我拉回正道的，没有我姐就没有我。我爸妈给了我第1次生命，我姐给了第2次。而我在外创业忙得不可开交，看到这个节目时已经是1个月后了。先是看到他们为了一个名额笑到停不下来，后又为他们真心实意的爱感动到落泪。看着微信上2小只像话痨一样的信息，我笑了，我做到了，真的做到了。在这一世，我们终将平安幸福地度过这一生。我们没有忘记生我们养我们的这片土地。公司平稳后，我们各自出资，开始尽我们的力量资助家乡，设立了救助站，对贫困儿童进行救助。救助人员的岗位也会提供给家庭困难的人群，他们因为没钱，错过了上学最好的时间，救助站就会帮助他们报考成人大学，所有费用都由公司承担。过年的时候，我们收到了很多封信，上面多是感谢的话语。其中有一封信，展开后是一幅画，上面用稚嫩的字写着：我的爸爸妈妈走了，家没了，现在我又有家了。当初帮助我们的妇女主任，现在也头发花白。每当村里需要修路造桥时，我总是无条件出资。我非常感谢他，
是他当时救了我一命。所以当他联系到我能不能参加媒体采访时，我一口答应。采访流程很快结束，记者对我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这一路走来风雨兼程，实属不易。你在创立公司后，还专门给乡村设立了救助站，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我沉默片刻，抬头，笑容明媚。风雨之后总有彩虹，再难的坎，只要跨过去，再回头看，就会发现没什么大不了。我的命是父老乡亲救的，所以我想力所能及的为家乡做出一点贡献。每年的清明节，我们3个都会同时回到以前的旧址去祭拜父母。以前的老房子早就推为平地，现在只剩下一幢新的建筑伫立在镇子上。我们手拉手走在路上，走着走着，2只的头都靠在了我的肩上。我比周景明要矮些，但是他愣是要紧贴着。周景云亦然。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是吗？是的。我停下来，伸出双手，感受着由我这双手带大的小布丁，再一次感叹，我能回来改变我们的一生，真是太好了。人生无常，我们既要远看未来，也要享受当下。这一世我活到了87岁，死前儿孙满堂都在我床边送我离开，我安心地闭上了双眼。下一世我还想遇见你们，